我是一个旅游主播。7月半，我在动物园连线上了算命主播。他面色凝重，小心，你身后的猴子阳寿已尽，被猴子磕头借寿。我跪下来和他对磕，已多出47个磕头数，成功反杀。我是一个旅游主播，行程排满，卷死同行。7月半的黄昏，人都回家了，我还在动物园里打卡，连线其他主播。连线上全网最大的算命主播时，我正在看猴子。屏幕里的青年穿着一身道袍，留长发，束冠，看着很像那么一回事。我把前置摄像头对准猴子，开始跟他打招呼：单渊道长，你好，我是小江。这场直播的内容是带大家看猴。目光扫过猴子，他拧了拧眉，面色沉重。他是花果山的猴子，曾经美猴王闯阎王殿，从生死簿上划去了他的名字。他活着，但寿数已尽。弹幕，这是什么？中元节特辑吗？我回头，那只猴子毛发光滑，却佝偻着背，神态苍老。他眼神阴冷，正朝着我的方向一下一下地磕头。寂静的园区里砰砰作响，他在向你磕头借寿。1年、2年，单渊像个无情的播报机器。我转身给猴跪下，对磕，把我的寿命还来呀！啊啊啊！我磕得快，很准，把鬼猴都看愣了。单渊，谁跟你说能这么干的呀？他面无表情地继续播报：+1年、+2年。猴子反应过来了，我们面对面的对磕，但他终究是老了，磕头的速度比不上我这个年轻人。他额头都冒烟了，也赶不上我的速度。弹幕，主播跟猴子互相磕头，这是我白嫖就能看的吗？我边磕边对着手机喊：没有点关注的宝宝赶紧点一下哦，为主播助力磕头。我身强力壮，体力绝佳，已多磕了47下，生生耗死了猴子。单渊看着我身后的夕阳，闭馆之前离开这里。这里的鹦鹉只有一只会说实话，不要和蟒蛇对视。他顿了一下，清了嗓子，用带货主播的腔调说：出了问题可以上我们青天观小程序购买符篆，团购价低至9.9一张哦。我准备原路返回，路上要经过的第一个园区是蟒蛇园，巨大的蛇盘踞在玻璃墙之后。我从包里摸出墨镜戴上，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。弹幕，啊，还能这样？主播小心，看后面！啊啊啊啊！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回头，背后的一棵树上，刚才被我耗死的猴子又直愣了起来。它四肢着树，阴暗爬行，大声嘶吼：买复活甲了！真是阴魂不散啊！单渊谢说道。他刚刚去阎罗殿里走了一遭，不过生死簿上没有他的名字，他又被放回来了。我撒腿开始跑，边跑边问：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？他道：我的建议是跑得比他快。猴子在追，我在跑，上蹿下跳，慌不择路。跑累了，我停下来喘气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我迅速改了直播间的简介，零基础旅游主播在线打鬼，因为涉及封建迷信，审核没通过。我令堂的，我靠着极快的手速点开了青天观小程序的符篆，发现售空了。直播间里大家都在说这是什么符篆，买1张。一个人在家害怕，买张符篆，倒是给我留1张啊。单渊，喜欢这张符篆的道友请在直播间扣6，人数多的话我会让师弟再上一批。考不考虑我的死活呀？师弟把头凑过来，等不及的道友也可以刷个礼物呢，这边现场给您画。我刷，我一连刷了500块。单渊提笔蘸了朱砂，开始画符。画完了，他将符对着摄像头给猴子看看，他感叹：这张画的真完美啊！我把屏幕亮度调到最大，对准那只猴，它立在原地不动了，开始冒烟。我趁机逃离。下一个经过的园区是观鹦鹉的，一排话痨鹦鹉立在树梢跟我说话：你磕的 CP 是假的。结婚前1天，我发现了未婚夫和闺蜜的秘密。我是秦始皇，其实我没有死，V我500买车票回皇陵，我就能带着3万阴兵卷土重来，封你为大将军。疯狂星期四没有蛋挞，我统统没有理。最后一只鹦鹉理了理沾血的羽毛，园区里没有信号，和你连线的也不是活人，我恨不得把他嘴堵上。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呀？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还得靠单渊活着。我在他面前停下了，愤愤喊道：你少说这种挑拨离间的话，直播间的宝贝们都是我的再生父母。鹦鹉，呸，舔狗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区鹦鹉还想挑拨离间，呜呜，这令人感动的信任感。关注主播3年了，没喜欢错人。假粉，主播开播才2年。直播间的氛围让我稍稍安心了些。我没管身后跳脚的鹦鹉，继续往前走。夕阳渐渐沉下去了，天彻底黑了。园区里一盏盏灯亮了起来，幽微如磷火。单渊，闭馆时间到了，接下来的路会变得更长。他的师弟又探出了头：算一卦吧，算一卦吧，算算接下来的路好不好走。我看着眼前漆黑的虎园，心一横，痛刷500块。单渊拿出龟壳，
摇了摇里面的铜钱，铜钱掉落。他看了一眼，道：“不要从管理员那里买东西，你们的货币是不通的。”我把手机上的手电筒打开，稍微照亮了前方的路。有一个漆黑的人影立在虎园门口，这是道长说的管理员吧？我操，好恐怖！退！我根本不敢走，妖魔鬼怪快离开！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。我胡乱念了一串，向前走了2步，黑影也缓缓向我逼近。怎么不算双向奔赴呢？我的双腿都在打颤。人影缓缓走到了身前，我小声说：“因为怕吓到各位，我先给他打个码呀。”我哭死，主播人还怪好的嘞。我打完码再抬头，管理员面无血色，面皮僵硬，笑得很勉强，甚至扯裂了嘴角。他拎着一只血淋淋的鸡，买只鸡喂老虎吧，只要20块。单渊说了，不能花钱买。那我厚着脸皮要总行了吧？我说我是学生，送我。管理员，我继续耍无赖，我家境贫寒，上有80老奶，下有3岁弟弟，送我。他话说的磕磕绊绊，那你妈和你弟相差多大呀？我开始抹泪，这说来话长，我妈其实也不是我亲妈，我弟也不是我亲弟，我哭得地崩山摧，壮士死。管理员，那送你吧。他把鸡丢给我，又佝偻着背缓缓走了。主播看起来有10年白嫖经验，哈哈，怎么会有人连鬼都骗啊？可怜的管理员，我松了口气，提着鸡走。虎园里关了3只虎，饿得瘦骨伶仃，但我手上只有1只鸡。我站在门口犯难，对着手机说：“有3只虎，却只有1只鸡，有什么高情商的做法呀？”弹幕开始整活，趴在老虎耳边说：“我是高情商，让我。”跟老虎说：“你牙上有菜。”吊死在虎园门口，跪下来求老虎不要让你难堪。我看了几分钟弹幕，权衡之下选择幼师组。我举着鸡站在门口，让我看看哪只小脑斧最乖呀。3只皮包骨的虎都凑了过来，瞳孔闪烁着。我开始训虎，坐下，起立，跟旁边那只虎握手。你表现得最好，鸡给你了。我把鸡丢了进去。我拍拍手，准备扬长而去时，听到一声虎啸。我操！快跑！那2只没抢到鸡的老虎追出来了！快跑啊，主播！我看了一眼身后，2只恶虎夺门而出，他们拆了虎园的门，背在身上，一路哐哐追了上来。这一届老虎真难带，一点不讲道理。幸好他们太久没有进食，跑得不快。我边跑边喊：“那边那个吃鸡的小朋友，来救救我！”吃饱了的小虎跑到了我身边，我说：“蹲下。”他听话了。我翻身骑在他身上，乖乖带我甩开他们。啊，这也行的吗？主播是合格的幼师，幼师组加分。我逃离了虎园，下一个地点是孔雀园。师弟再次冒头，算卦吗？主播，第2卦半价。我说只算1卦，立省250。他说不行的哦，这一个园区有2条规则呢。主播，看来这2份钱是不得不掏了。我欲哭无泪，这是我第一次连线给人送钱。我在刷750。单渊开始报规则，不要看开屏的孔雀。我问看了会怎么样啊？变成开屏的一部分。他继续说第2条规则，不要答应公孔雀的求偶。我脑子正常的都不会答应吧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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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答应公孔雀的求偶，真的有人会答应吗？我戴上墨镜，大摇大摆地从旁边经过，却被一个人拦下了。他生得很好看，冷白肤色，闭塞的瞳孔，异域风情。这什么啊？帅哥，答应一下。我错了，我会答应。他对我邪魅一笑，我越看你越讨厌，讨人喜欢又百看不厌，一惹好油腻。刚刚愿意答应的怎么不说话了？这就是公孔雀呀。他单手扶墙，情话是偷的，可我喜欢你是真的。想给他倒一瓶洗洁精，但是没有。我从包里翻出了吸油纸，丢向他。他尖叫一声，变回了一只公孔雀。我不信会有人不喜欢我，没有人能抵挡住我的魅力。然后他开屏了，眼睛羽毛上一颗颗的都是眼睛，每一颗眼睛都在对我抛媚眼。胃里翻腾，我快于黄昏动物园 2GT22 了。我打开了手机的手电筒，照过去。他骂骂咧咧地跑开了，有没有公德心啊？拿强光照男明星眼睛。我成功离开了孔雀园，下一个地点是大象园。我感觉精疲力尽，一点不爱玩。师弟说台词说累了，我开门见山吧。这次买2送1，一股不妙感油然而生。这破规则怎么越来越多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主播脸色好好笑啊！刷1块钱助力主播闯关，我随2块，好累。等出去了我也做算命主播吧，来钱快。我又刷出去了1000块。单渊饲养员只有1个，2条出去的路，选南边那一条。我算错了1卦，我脑子不够用了，头好痛，是不是要长脑子了？在线众筹脑子，挺急的，我也搞不懂规则了。我说
算错的这一卦能不能退呀？师弟，亲亲，这是不行的呢。我找客服强制退了哦。师弟，卦象这种东西是虚拟的，一经售出概不退款。我耍无赖，我家里有未成年人。未成年退款是这么用的吗？哈哈哈哈，用很无赖对付有些无赖。单渊，师弟咬牙切齿，行，给你退。我看着手机上的消息，退款成功，商品我算错了一卦。阴，好阴，原来这一卦才是错的。我把钱赚了回去，我退赠送的那一条。良心，实在良心。我目标明确，径直向南边那一条路走去。中途，饲养员出现了，他腰间挂着钥匙，手上提着一串香蕉，脸色是青的，没有一点生气。那条路正在维修，请往东边。我不理他，继续往前走。他嘴角开始渗血，喉咙咕噜咕噜的，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为什么？迈出去的脚又收了回来。我折了回去，顺带给他鞠了个躬，不好意思，我听你的，都听你的。他满意了，哼着歌，甩着钥匙继续巡逻。窝囊祖上大分，这不叫窝囊，这是高情商。他渗血的样子太恐怖，我怕他把我就地斩杀。大象园里也有个饲养员，他正在喂大象，边喂边哼歌。大象，大象，你的鼻子怎么这么长？曲调很耳熟。我路过时，他抬头看我，目光清澈。大姐姐，你喜欢吃青椒吗？我摇头，不爱吃。他兴奋，我也不爱吃。他好眼熟啊，哈哈哈哈！我懂，我知道你想说谁。我和他旁若无相地聊了半晌。我说我要走了。他拍了拍身上的灰，说要送我走。我想走南边的路。他有些为难，南边不行啊，南边有人看着。我说让他别看。他很凶，我不敢说。我们面面相觑，无语凝噎。我再次打开手机。道长，你有什么头绪吗？师弟翻了个白眼，退款的，把你拉黑。单渊抿了抿唇，看我的小蓝车。我逛了很久，扼腕挑了一张最便宜的定身符。我大摇大摆地朝南边回去。会冒险的饲养员还敢回来？我亮出了定身符，1、2、3，木头人。他不动了，但我只要我把手机挪开，他就面目狰狞地要扑过来。我没办法，把手机高举着，倒着走，一步一步往后退了出去。走到门口，我放下了手机，他又追出来。我啪地关了门，惯性使然，他整个人嵌进铁丝网里，开始挣扎。我说少出来吓人。走出巷园后，我看见了观光小火车。嘿嘿，想开？我问单渊，这车能不能开？他道，按理来说是可以的，只是你没有这个货币。我道，那我不给钱不就行了？单渊扶额，现在也没人管。100万粉旅游主播竞逃票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抓住把柄。我直接上了驾驶座，开始开火车。火车却越来越沉重，速度越来越慢。我感觉不妙。单渊，有许多观光的游客都上来了。我抹了一把额角的汗，许多是多少？坐满6节车厢。我压根不敢回头看，感觉背后阴风阵阵，实在吓人。单渊，他们给你交钱了，收下吧。我低头在方向盘旁边看见了一把冥币，他们真是出手阔绰，好大一把冥币，够给我太奶烧3次的了。惊悚，十分惊悚。我道，可以不收吗？我害怕，在这里拒收冥币违法。我真可恶，没有商量的余地，我只能全部收下，放包里。单渊缓缓说，他们不是坏人，但是你收了钱就得好好开车了。开车的时候不要看手机，不要撞到园区里的长颈鹿。记住，游客是你的顾客，而顾客就是上帝。我把手机放回口袋，慢慢地开进了长颈鹿园区。长颈鹿在仰头吃草，看上去十分和谐，十分好过。直到我的眼前出现一个庞然大物，一只躺倒的长颈鹿。长颈鹿还有会碰瓷的。我身后的游客开始起哄，别惯着碰瓷的长颈鹿，撞过去。我没听，我拐弯绕了过去。身后的游客开始不满了，让你撞你就撞，顾客是上帝。车厢里突然血腥味弥漫，我开始崩溃大哭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实在不敢撞。我妹妹就是被车撞去世的，当时她还那么小，躺在血泊里，她该有多绝望啊！呜呜，都是我没看好她。游客，我真该再死一次啊！身后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，小姑娘，你别哭了，你没错，都是他们咄咄逼人。我该死，我该死！看我把头摘下来给你当球玩。糟糕，装过头了。我不太想玩别人的头。我继续抹泪，你人真好，不用了，我也有错，没有满足你们的要求。接下来，身后的游客都变得很好说话，甚至说要卸一条胳膊替我开车，拆一只脚替我踩油门，真叫人毛骨悚然。我一一拒绝了。驶出长颈鹿园区，车厢一清，口袋里的手机传来声音，他们下车了。下一个园区是马来熊园，他因为行为举止都很像人，经常被误以为是人假扮的。即使我是四处乱跑的特种兵旅游博主，
跑到这也觉得累了。我打算再去找一辆小观光车。意外的是，售票处有人，也不能说是人吧，乌漆麻黑不知道是什么形态的灵魂体。刚迈出去的腿又收了回来，这车也不是非坐不可。我后退了，售票处的人却冲了出来，是只马来熊。他双脚着地，站着跟我挥手，快来玩呀，像街边的摇摇车，盛情难却。况且我也跑不掉，我去了。他指着破旧的观光车说，成人500块半小时，你们阴间的物价真离谱啊。我从包里抽了5张给他，来1小时，谢谢熊哥。大熊很热情，还教我怎么开车，先这样，再这样，再那样就行。对了，里面的熊没我这么好说话，你要小心哦。我想问一下单渊，弹幕，这只熊好可爱，呜呜呜，想养。你真行，这是保护动物。这真的不是人穿皮套吗？刚刚消失了一会的师弟又出现了，咨询费800。你刚刚去干什么了？回来怨气就这么大。单渊，他被师傅喊去画符了。100张新符已经可以拍下了，小蓝车1号链接。自己的逃难固然痛苦，他人的成功更让我伤心。我逃了1晚，他卖符卖了1晚。我苦着脸，我都不敢想象你能赚多少。胆小鬼，我就敢想。他笑了一声，青天冠画的符不多，100来万吧。我感觉更苦了，熊园的规则是什么？他道没有规则。我想笑，又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。师弟狂笑，能出去就算你厉害。寒心，真正的寒心不是大吵大闹。我开着观光车路过熊园，他们趴在栏杆上看我，然后推了一把我的车。熊，这是什么？观光车，玩一下。另一只熊看上去怪好玩的，我也玩一下。我被熊当玩具一样推来推去，车里天旋地转，我快悠了。弹幕也变了，这个视角好晕。我看直播都受不了了，主播还好吧？主播不好，主播晕到想死。我晕乎乎的出了熊园。梅基米是自己开车的，每只熊给我1巴掌，助力我离开动物园。很感动，但不敢动。我下了车，蹲在旁边吐，有种小脑不是自己的感觉。直播间也沉寂了好久，过了一会才有人说话，晕死我了。终于结束了，刚刚退出去了，我根本撑不下来。我瘫在地上坐了好一会，天上的满月停在了我坐下来休息的时候。不往前走，我就等不到天亮。月亮已经偏西了，只差一小段路。我爬起来继续走。这个动物园是我做了好久攻略挑的，动物很多，我现在只想锤死当初的自己。下一个园区是狼园，我打算速通，一点没带犹豫的给单渊的直播间刷了钱。他开始算，然后一条条地慢慢报，不要激起狼的野性。他们中间或许有狼人。狼人？真的有这种生物吗？主播快去看看，快去看看。我哪敢看啊，我恨不得一头扎进去，再一头冲出来，隔着铁丝网看狼。单渊说不要激起狼的野性，而我想起了一点尬的。我矫揉造作的喊大狗狗。狼不会说话，弹幕成了他的嘴替。哈哈哈哈哈哈，狼是狼是狼是狼，我大狗狗。狼虽然很好笑，但是我脚趾抠地了已经。主播不怕尴尬吗？万一是狼人呢？狼是狼，我开始装哭，大狗狗。狼汪，计划通，没有激发野性，激发了尬性。直播间快笑疯了，哈哈，打了一长串。狼加狼们，谁懂啊？真的是无语死了。今天遇到了个玩尬的人类。今天是满月夜，我压根分不清狼人和狼。我靠着略强的心理素质从铁丝网边走过去，心脏在狂跳。前有夺门而出的虎，我怕这条狼夺铁丝网而出。我走过去，铁丝网里的狼目露凶光，开始叫嗷呜。我对着手机胡言乱语，呜呜，各位大哥们，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？把他打服。看到这条弹幕，我扣了个问号。单渊一如既往的冷静，方才与你说了，不要激发他们的野性。怎么算激发野性呢？以食物的姿态从他们跟前走过。我一屁股坐下，不走了。他道坐下也是一样的。狼已经在扒铁丝网了，锋利的爪子伸到了我跟前。死了算了，算了，来都来了，努力活活算了。我又站了起来，电光石火之间点开小程序，随便买了一张符开始用。隔空取物符，怎么用啊？快说，很急，我是吉吉国王，求求你了，快说。我疯狂后退，远离狼群。想要什么就念出来好了。他顿了一下，不过枪支弹药和刀这一类不能变，因为是有管制的。那变什么？弄双拳击手套跟狼群搏斗吗？我把屏幕上的符对准狼群，开始吟唱，喜羊羊、美羊羊、懒羊羊、沸羊羊。现在狼群盯着的不是我了，我赶紧溜。我劫后余生，扶着栏杆喘了几口气，后知后觉地发觉狼园好像少了些什么。狼人呢，居然没有出来吓我。师弟说他是狗叫的那个。
不愧是人啊，这很合理。月亮快落山了，单渊说还差最后一个园区了。我回忆了一下旅游攻略，不止这些园区吧？难道动物园宣传诈骗？单渊啊，我想想，他还在组织语言，师弟抢先说了，因为这就是通关条件啊，你还想多玩几个园吗？我猛摇头，战略后退，不玩了。我对动物园 PTSD 了，现在是一点不爱玩。单渊找了张园区地图，放在直播间，你挑一个玩吧。他已经默认我是去玩了。没看的还有鹅、兔子、小浣熊，我选择兔子。我怕鹅追我，小浣熊咬我，兔子应该没有坏心眼吧？兔子那么胆小。我信心满满迈进了兔园，看见牙齿比钢镚还大的兔子之后，又灰溜溜地夹着尾巴做人。什么兔子这么恐怖啊？咬一下骨头都能断掉吧？我看着弹幕，感觉腿骨已经开始疼了。兔园的栏杆很矮，看着里边一蹦一跳有2颗大钢牙的兔子，我一步都不敢迈出去了。我打开青天观小程序，想找一张能用的符。付款时发现余额不足，真令人摸不着头脑。我记得我的卡里是有钱的。单渊看着后台迟迟未付款的订单，你的钱用完了。我快哭了。你们是搞诈骗的吗？让我一晚上花光100万。他顿了一下，告诉我不是人民币。他说这话时还有些为难，是你放在包里的冥币。那一开始几挂呢？他说是赊账，直到后面你开火车收了冥币，我们才开始收费。弹幕也开始发了，一开始鹦鹉明明已经告诉你了，园区里没有信号，和你连线的也不是活人。我立在原地，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单渊轻轻叹了口气，别怕，阴间不全是坏人，你的直播间里都是你的粉丝，看了主播一晚上直播，给点打赏。我随1000冥币，后台账户源源不断的消息提示冥币收入，我的鼻子有些酸了。单渊及时叫停了，够了，他是活人，不要多给，这些钱够算最后一挂。他神色认真的摇龟壳，摆铜钱，记卦象。兔子们的胆子都很小，出去看见大路了，就一路直行，不要回头，切记切记，不要回头。师弟也在一旁附和，不要回头。直播间里刷起了队形，不要回头。然后手机显示电量为0，黑屏了。我蹑手蹑脚地往前走，屏气凝神，生怕惊动兔子。我的脚步放得轻，吃草的兔子只是抬了抬眼，没有反应。兔园不大，我没用多久就走了出来。面前是一条宽广的大路，天还没有大亮，前方一团迷雾，看不清。我小心翼翼，一步步向前走着。单渊倏然出现在我跟前，他用发冠挽着发，身披血色道袍，提着一盏风灯。他的脸色也很白，露出的一截手腕白得几乎透明。衣袂正往下，缓缓滴着水。他低眉，迟疑问道：“这副模样会让你害怕吗？”我摇头，不会。他的嘴角弯了弯，跟着我走吧，别迷路了。他手里的风灯光芒微弱，却勉强照开了前路，这是引你归家的引魂灯。昨日7月15，阎王开了鬼门，百鬼出行，包括动物。他们只是今日在此地游玩，但与阳间一样，动物与人都有善有恶。你误闯了这里，我想护你出去，却怕破坏了你的因果，所以要你收百鬼游客的钱，冥币买卦。他的声音清冷又缥缈，像从远方缓缓传来。现在一切算清了，你与阴间并无牵扯，放心归家吧。我抹了一下眼角，那我直播间的粉丝呢？他们在你身后送行。不过你不能回头。我想回头，却生生忍住了。他们只是出来玩一趟，并不想留下来过的痕迹。我看着双脚离地的单渊，你也是吗？他一笑，我也一样。他轻声喟叹，向前走，回去吧。前方霞光万丈，他消失在了我身后。我一步一步走出了动物园。我好像做了个很长的梦，醒来后什么都不记得了，脑子里残留着一些零碎的词汇。青天观动物园单渊道长，鬼使神差的，我在软件上搜索青天观，青天观确实会直播算命，不过单渊道长已经很久没开直播了。我继续往下滑，看见了他的讣告：单渊因下水救人死在去年的7月。他的道号来自《道德经》，心善地居单渊。我愣了一下，突然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要搜这些了。算了，去做旅游攻略吧。我站在计划里的动物园门口，感觉动物园和宣传中的不大一样。广告诈骗吗？但我也确实不知道有什么不一样，只是感觉上似曾相识，有些奇怪，开始胸闷了，有点难受。我忍住不适，打开直播，露出笑脸：大家好，我是小江，今天带大家云游动物园，想看你和其他主播连线。好的，我笑着答应。我一向很宠粉，在推荐连线的主播里，我看见了青天观在线算命，怎么会给旅游主播推荐算命主播呢？我滑了下去，挑了另外一个旅游主播连线。我对准摄像头，朝他招手：你好，我是主播小江。这场直播的内容是带大家看猴。百鬼在动物园出游时，遇见了一个误闯的人类。他说他叫小江，人类不能与百鬼待太久。
单渊道长准备护着他回到阳间，他直播连线，但园区里没有信号。有多年直播算命经验的单渊道长决定跟他连线，毕竟动物园里凶险，人魂悬殊，魂的恶让人更难以承受。他笑盈盈地与单渊打招呼：“单渊道长，你好，我是小江，这场直播的内容是带大家看猴。”一个老头哽咽着说，他像我那活泼可爱的孙女。感兴趣的魂都涌入了直播间，陪单渊道长一起装人。猴子接受，提醒他，但所有魂都没想到他会转过去跟猴子对磕，把猴子都磕懵了。但这是阴间，他怎么磕也没有办法。单渊又用阴气做了个小程序挂上，把在外面鬼混的师弟拽回来一起带货。师弟，你清高，你不让我出去玩？哎，看他确实挺好玩的。单渊道长私心里不想让他知道这不是阳间，人在恐惧之下更容易犯错。结果那破鹦鹉说漏嘴，还好小江不信，但他这样好像有点呆。算了，问题不大，毕竟直播间里的魂魄都不会害他。有些魂是恶的，无所谓，道长会带着符出手；有些魂微恶，无所谓，小江会自己解决。有些动物其实是披着魂的人，能听懂小江的话，对小江怀有善意。好可惜啊，这里不是阳间，不然小江会玩得很开心的。单渊想，他不能为生人算卦，不能为生人画符。幸好小江自己赚到了一笔钱，不用去承担背后的因果，不用沾染多余的阴气。师弟说稍微打点折扣，阎王不会管，毕竟阴间也没进直播带货搞促销。可是中途他必须算错一卦，这是动物园的规则，规则不会轻易让人好过。结果他提了退款，而且风兜也同意未成年退款。单渊感叹，又有 bug 被他找着了，不过是好事情。他很机灵，最终走到了路口。单渊思量许久，直播间的魂都说去见他最后一面吧，去见吧，去见吧。人生那么长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见面了。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毕竟是我粉了3年的主播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开播才2年，你又粉3年，生前2年，未来1年，粉人还预知啊？直播间里叽叽喳喳，大家都决定目送小江，他也决定了，提着引魂灯再送他一程吧。希望他归家之后不要记得这里的一切，不要沾染上任何因果。大家都希望这场误闯不会改变他原先的轨迹，包括单渊。还好他选择了去见他最后一面。